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，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徐凯私下超反差，田曦薇爆料笑翻，全场被他怕虫举动逗乐。子夜归火的不只是人妖恋，一部古装奇幻剧能被追成热潮，表面当然是设定新、演员红、节奏稳。不过这次子夜归更有意思的点，其实不在人妖相恋，而在他把今天观众最在意的亲密关系装进了一个古风外壳里。于是很多人追的不只是剧情，也是自己对关系的想象。已知的事实很清楚，这部剧由徐凯、田曦薇主演，改编自福华的小说《梅夫人宠夫日常》，核心设定是双面夫妻与人妖宿命。故事里，长溪宫天师梅竹雨遇上了猫妖武真，两人从试探到相爱相杀，再到一起面对长安阴谋，最后守护两界太平。这条线并不复杂，复杂的是他为什么能戳中人。很多同类剧也写宿命，也写禁忌，也写牺牲，可未必真能留下记忆。差别往往在关系质地。子夜归把一段感情写成了彼此撑腰，而不是单向拯救，这个细节很值得多看一眼。徐凯在访谈里说，梅竹雨像孤独的守望者，直到遇见武真才感到红尘温度。田曦薇则把武真定义成长安最强独立女性，她有守护妖氏的使命，也有主动追爱的勇气。这不是传统叙事里一个负责强，一个负责被爱，而是两个人都带着各自职责，先站稳自己，再靠近对方。这种关系观已经很当下了。有意思的是，两人还提到，如果一开始就以天师和猫妖的身份相遇，可能会直接开打。这句话看着像宣传梗，其实点出了整部剧最关键的矛盾。身份天然对立，可情感又逼着人重新判断。过去很多爱情戏，爱是压倒一切的答案，但现在观众不太吃这套了，大家更在意的是立场不同的人凭什么还能理解彼此。这让我想到另一类很火的作品，比如一些职场剧，真正能出圈的不是撒糖最多的，而是把边界感写清楚的。因为今天大家经历太多高强度关系，反而更相信尊重比占有更稀缺。子夜归里，梅竹雨被形容成对武真一眼万年，最动人的部分却不是多炽热，而是暗地里为对方撑腰，哪怕彼此有秘密，仍选择尊重对方的独立人格。这种写法不吵，却很准。所以我更愿意把这部剧看成一种关系叙事的转向，它不是在讲爱能消灭差异，而是在讲差异无法消失，爱仍要成立。这两者完全不是一回事，前者偏童话，后者更接近现实。再看梅竹雨后来的变化，也很说明问题。原本在红尘之外，性格稳重，结果因为武真出现，整个人乱了阵脚，甚至为了扭转他的死结，承担起宿命重担。徐凯说，这是牺牲与救赎。田曦薇则强调，那种命中注定的守护感才是剧的核心魅力。不过如果只把它理解成虐恋，就有点窄了。真正让观众上头的，恐怕是这份守护里没有抹掉对方的锋芒。这也是如今不少爆款感情线的共通处，女主不能只是被保护，男主也不能只是高高在上，角色必须互相改写，又彼此保留。武真的飒爽与柔情有吸引力，正因为它不是被梅竹雨定义的。梅竹雨的深情能成立，也因为它不是用身份压人，而是在选择里承担代价。戏外花絮其实也强化了这种观感。徐凯在剧中威严，私下却被田曦薇吐槽是胆小天花板，连草丛虫子都怕，但他又称赞他细腻，会主动留意旁人是否需要文具。这种反差不只是增加亲切感，也让角色之外的人显得更立体。观众对一部剧的投入，很多时候
恰恰来自这种真实的小缝隙。至于旋转拥抱那场名场面，在寒冷环境和狭小空间里，配合摄影轨道转了很久。徐凯说到60岁都会记得，这句话不只是在讲拍摄辛苦，也像在解释一种古偶工业的变化。今天能留下来的浪漫，不再只是好看的镜头，而是演员和角色一起替那个瞬间付出过具体成本。子夜归5月5日起在爱尔达影剧台播出，他这波热度当然离不开徐凯和田曦薇的号召力，不过更深一层，他让宿命对手不只服务于刺激，也服务于理解。当越来越多人开始相信，真正稀缺的关系不是毫无冲突，而是冲突之下仍愿意看见对方，这类故事就很难不被记住。